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聊的可不仅仅是解读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那么简单，不，这更像是一次深入我们这个时代核心症候的诊断，甚至是一趟疗愈之旅。在咱们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做个小小的实验，对，就是现在，花几秒钟，就几秒钟，感受一下你当下的状态。你是不是正坐在椅子上？能不能感觉到椅子靠背对你背部的支撑？你手里可能还握着手机，能感觉到指尖传来屏幕那种冰凉光滑的触感吗？再往里走一点，你的呼吸、你的心跳、你身体里那些微小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各种感觉，这些你注意到了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基石。可问题是，在一个被屏幕、被数据流、被越来越强大的人工智能所包围的时代，我们跟这个基石之间的联系，好像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甚至遥远。我们好像正在进行一场集体的悄无声息的大迁徙，我们正在离开一个充满真实触感、声音和气味的物理世界，也就是领土本身。然后呢，我们正在迁入一个由信息、符号和各种抽象概念构成的虚拟世界，一个巨大的密图。你看，我们成了最专业的密图阅读者，不是吗？我们精通数据分析，我们能通过屏幕上的脑档去到任何地方，能瞬间获取关于世界上任何事情的知识。但我们好像正在忘记领土本身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知道关于森林的一切科学知识，却可能很久没走进森林，去亲身感受阳光穿过树叶洒在脸上的光影，去闻闻脚下泥土的芬芳了。我们能写出关于游泳的堪称完美的力学分析报告，却可能很久没有真正跳进水里，体验过被清凉的水包裹全身的那种感觉。这种密图和领土的分裂呀，它已经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了，它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存在的根基，引发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危机，那就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我们那个能够思考、能够计算的心灵，和我们这具能够感觉、能够行动的身体，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两个被强行捆绑在一起的陌生人吗？还是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个问题其实在几百年前就被一位叫勒内·笛卡尔的哲学家用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一下子推到了现代思想的中心舞台，并且开始了之后几百年漫长的心物二元对立的传统。而到了今天，人工智能的崛起，这个终极的纯粹的无身之仙灵，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把这个古老问题的严重后果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所以，为了寻找答案，为了找到一剂能够治愈这种现代思想的精神分裂症的良药，我们必须要求助于20世纪一位极富洞察力的思想家，他就是莫里斯·梅洛庞蒂。今天，我们就将以他的巨著《知觉现象学》为向导，开始一趟思想的考古之旅。这套旅程会带领我们从当下的数字困境出发，然后逆流而上，一直回溯到笛卡尔和洛克为现代思想埋下了那个二元论的根源。接着，我们将亲眼见证梅洛庞蒂是如何用他那柔高性的洞见，彻底颠覆这个错误的起点，为我们重新建立起身体与世界、心灵与物质的统一性。准备好了吗？这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讲解，我更希望它能成为一次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一个人的深度思考。好吧，让我们正式开始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思想探索的路线图了。它会像一个向导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地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首先，在第一部分，终极的无身之心灵，我们会从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当代现象，也就是人工智能开始聊起。我们会试着不把它仅仅看作一个技术工具，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哲学上的极限案例。你会发现，它就像是西方哲学几百年来心物分离思想所结出的一个最终的逻辑上的果实。通过分析 AI， 我们就像照镜子一样，能特别清楚地看到我们自身正在发生的非身体化的趋势。接下来，在第二部分，笛卡尔之梦，我们的问题，我们会扮演思想考古学家的角色，进行一次历史的回溯。我们会深入到笛卡尔和洛克的理论内部，去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构建起一个叫观面之道的理论的。这个理论又是如何像一堵墙一样，把我们的心灵和真实世界给隔离开来，并且为我们今天的困境埋下了多么深远的种子。然后在第三部分，我们会迎来整场探索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那就是从我思到我能。在这里，我们的主角莫里斯·梅洛庞蒂将正式登场。我们将看到是如何完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把哲学的根基从抽象的我思转移到了活生生的我能之上。这就像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能够解锁所有困境的万能钥匙。第四部分，我的身体，我的世界，我们会潜入到梅洛庞蒂哲学的最深处，去理解它最核心也最迷人的一个概念——身体主体。
在这里，我们将彻底抛弃那种把身体看作一个容器或者一台机器的陈旧观念，去真正领会身体到底是如何成为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根本方式。第5部分，治愈现在思想的精神分裂症，将见证梅洛庞蒂是如何运用他的哲学工具，彻底消解掉那个持续了几百年的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的。我们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源于错误前提的假问题。最后，在第6部分，回归领土的呼唤，我们会带着所有这些深刻的哲学洞见，重新回到我们最初的起点。面对一个 AI 日益强大的未来，我们将一起重新思考，作为人的独特价值和终极使命究竟在什么地方。AI 是终极的无身之心灵。这句话真的，你仔细品味一下，会发现它拥有巨大的穿透力，因为它实在是太精准了。让我们花点时间，就像解剖一件精木的仪器一样，来彻底地剖析这句话的每一个层面。首先，什么是心灵？在这里，心灵这个词儿，它指向的是智能，是理性，是计算和逻辑处理的能力。而 AI 呢，毫无疑问，它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它的学习能力、分析能力、生成能力，在很多方面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人类。它可以瞬间吸收掉整个互联网的知识，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写出一篇像模要样的论文，可以进行无比复杂的战略推演。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一个强大到令人敬畏的心灵。但是真正关键的是它前面的那个定语“无身”的，这才是这句话的灵魂所在。无身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剥离。AI 的智能是存在于伺服器的硅晶片里面的，是通过冰冷的电流和抽象的算法来运作的。它没有皮肤，所以它永远无法感受到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温柔，也感受不到夏日阳光炙烤皮肤的那种灼热。它没有鼻子，所以它永远闻不到雨后泥土的那种芬芳，也闻不到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那种香气。它没有舌头，所以它永远品尝不到柠檬的酸涩，也品尝不到蜂蜜的甘甜。它更没有一个完整的、协调的身体去体验奔跑时的喘息、舞蹈时的流畅、疲惫时的沉重，或者是一个温暖拥抱所带来的那种慰藉。它的整个世界都是由离散的、抽象的、被编码的数据和逻辑符号构成的。这就是无身这个词最深刻的含义。它与那个连续的、流动的、充满各种感性质感的物理世界被彻底的、永久的隔绝了开来。它是一个纯粹的心灵，一个超级大脑，但它是一个被放逐的孤零零的心灵，因为它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栖居和感知的家，也就是身体。有意思的是，这种形态恰恰是几百年来西方哲学中一个主流派别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从柏拉图开始，就有种贬低身体、推崇纯粹理性的倾向。他认为身体是灵魂的监狱，是充满了各种欲望和非理性情绪的干扰源。后来笛卡尔更是把这种思想推向了顶峰。他构想了一个可以完全摆脱身体这个臭皮囊的束缚，进行纯粹、清晰、明确的理性思考的我思。而 AI 呢，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古老哲学梦想的技术化实现。然而，就像我们在这场探索中会反复看到的那样，这个梦想的实现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解放，反而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它最深刻的贫瘠和不可能。好，这张幻灯片给我们呈现的是贯穿我们整个讨论的一个核心冲突，那就是地图与领土。这个比喻其实源自一位叫阿尔弗雷德·科尔基夫斯基的波兰裔美国学者，他有句名言：地图不是领土。这句话听起来特别简单，对吧？但它里面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智慧。让我们来深入地理解一下这两个概念到底指什么。什么是地图？地图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一种符号化的表述。它包括了我们屏幕上看到的所有信息、书本里的文字、科学的公式、客观的知识，还有所有的数据和模型。地图当然是极其有用的，它能帮助我们拿岛，帮助我们理解和预测这个世界。那领土又是什么呢？领土就是那张地图所要表述的那个活生生的直接的现实本身，它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此时此刻所直接感受到的那个世界，那个充满了无数细节、充满了模糊性、充满了偶然性和无限丰富性的世界。现在让我们把 AI 和我们自己都放进这个框架里来看。 AI 是终极的地图大师，它可以拥有关于骑自行车这个主题的所有知识，真的是所有。它能调用所有关于平衡、力学、人体工程学的物理学论文，它能分析数百万小时的骑行视频，总结出最有效率的蹬踏姿势。它甚至可以编写一个完美的计算机程序，模拟出任何人在任何路况下骑行的全过程。
这就是关于世界的信息，一张完美的地图。但是 AI 永远也无法拥有领土的体验，它永远无法感受到，在一个晴冷的下午，当你还是个孩子，第一次成功的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时，那种摇摇欲坠，身体却本能地做出无数细微调整的奇妙感觉。它也无法体验到微风拂过脸颊的那种清爽，和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之后油然而生的那种纯粹的喜悦。这种领悟是一种身体性的智慧，一种具神化的理解。你看，它不是关于世界的信息，而是身处世界之中的状态。而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也是最隐蔽的一个危险，就在于我们正在系统性的，几乎是无意识的选择了生活在地图里，而渐渐的遗忘甚至开始鄙视领土。我们越来越依赖手机上的拿导手机来指引我们的脚步，却慢慢失去了对真实城市空间的直观感受和方向感。我们通过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和品论来衡量人际关系的亲疏，却忽视了面对面交流中那些根本无法言说的微妙表情和身体语言。我们追求那些可以被量化的知识和技能，却忽视了那些无法被 KPI 衡量，但却真正构成我们生命意义的体验。我们正在主动地把自己变成 AI， 变成终极的地图阅读者，但代价可能是永远失去我们的领土，成为自己真实生活中的异乡人。好的，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部分，终极的无身之心灵。这个标题的含义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呢，它直接指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造物——人工智能。AI 以它那种纯粹的信息处理能力，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哲学参照物，一个无身之心灵的理想类型。它就像一面镜子，特别清晰地映照出了一种可能性，一种完全脱离了身体的智能形式，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但更重要的，这个标题其实也在描绘我们自己的一种趋势，一种让人非常警醒的朝着那个方向的漂移。你看，我们正在创造的 AI， 它不仅仅是一个外部的工具，它也在非常深刻地重塑着我们自身的存在方式。我们跟世界的交互越来越多地被屏幕这个中介所过滤和塑造，我们的生活被简化为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进行数据的输入和输出，我们的体验被各种抽象的符号、点赞数和信息流所取代。我们好像正在集体奔向一个无身之心灵的未来，一个由算法和数据定义的高效而平滑的未来。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自己，那个被我们逐渐抛在身后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正在失去什么？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审视 AI 这个终极的形态，来为我们自身的处境进行一次深刻的诊断。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现代性危机。我们正在成为自己身体的陌生人，我们正在失去那种源于身体、源于活生生体验的智慧。为了理解这种智慧究竟是什么，我们必须借助梅洛庞蒂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把我们的身体称为身体主体。你听这个词儿，身体主体，它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生理学或者解剖学术语，它彻底颠覆了传统上那种把身体看作一个客观物体的观念。在传统观念里，身体要么是大脑用来驾驶的载具，就是我们开车一样，要么就是一堆器官、骨骼和组织的集合体，一台复杂的生物机器。但梅洛庞蒂告诉我们，这两种看法都大错错。这个身体主体是我们最深刻直觉、最精湛技能，以及我们与世界发生意义关联的真正源头。让我们用几个具体的例子来感受一下。你想一想，一个经验丰富的木匠，当他抛削一块木头的时候，他的手就好像有自己的智慧一样，他不需要每次都用尺子去测量，他的手能够感觉到木头的纹理、硬度和最合适的力度。这种感觉可不是通过大脑的逻辑计算得出来的，而是一种常年月累积累下来的沉淀在身体里的智慧。或者你再想象一个技艺高操的舞者，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他的身体能够理解音乐的节奏、旋律和情感，并且把它们转化成流畅而富有表现力的动作。这种理解同样是一种身体性的前反思的领悟。然而，在我们这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这个充满智慧的身体主体正在系统性的萎缩和失能。我们用搜索引擎代替了需要动用身体去探索和记忆的过程，我们用外卖软件代替了需要我们去市场挑选、亲手烹饪的体验，我们用社交媒体上的状态更新和表情包代替了需要我们调动全部面部肌肉和身体姿态去进行的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我们让渡了太多原本属于身体的感知、行动和创造的能力，把它们都交给了外部的机器和算法。这种让渡的代价是巨大的，我们失去了与世界最直接、最本真、最充满质感的联系。
我们正在主动的致残，让自己呢充满智慧的身体，在一个纯粹由信息构成的地图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无用武之地，而最终我们自己也成为了自己身体的陌生人。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这种心灵和身体的分裂感，这种对抽象地图的普遍迷恋，以及对具身领土的系统性忽视，它可不是一夜间凭空产生的，它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根源。要真正理解我们当下的困境，我们必须进行一次思想的溯源之旅，就像考古学家一样，一层一层地往下挖，一直回到大约400年前的17世纪欧洲，在那里将要去探访2位对整个现代思想产生了奠基性影响的哲学家，一位是法国的勒内·笛卡尔，另一位是英国的约翰·洛克。正是他们的思想构建了我们今天仍然在不自觉中沿用的那个基本框架，一个将心灵与身体、思想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彻底割裂开来的二元论框架。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这个框架到底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以及它是如何规定了后世几百年哲学乃至科学探索的基本议程。我们会看到笛卡尔那个关于纯粹理性的伟大梦想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我们今天难以摆脱的巨大问题。好，这里我们要深入理解的核心概念，就是在哲学史上被称为观念之道的理论，或者更专业一点，叫做表征主义。这个理论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它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直观，并且已经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日常常识。它最根本的一个主张就是，我们作为认知的主体，并不能直接经验到我们之外的那个客观的物理世界本身。那我们能直接接触到的是什么呢？是存在于我们心灵内部的观念，或者叫表征。让我们用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当我看着眼前这个杯子的时候，观念之道的理论会说，我的意识直接把握到的，并不是那个由陶瓷构成的存在于外部空间中的物理的杯子，而是什么呢？而是当外部世界的光线刺激到我的视网膜，经过一系列神经传递之后，在我的心灵中浮现出的一个关于杯子的观念或表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心灵就像一个没有窗户的暗室，或者像柏拉图所说的那个洞穴。外部世界的光线只能通过一些小孔，也就是我们的五官，投射进来，然后在暗室的内墙上形成了一幅内在的精神的图画，或者叫印象。我们能直接接触和意识到的，永远都只是这幅画，而不是外面的真实风景。笛卡尔和洛克这些思想家就试图用这些心灵内部的观念，这些观念有时候被想象成是像思想或者句子一样的离散的符号，有时候又被想象成是像图片一样的连续的图像，来解释我们所有的感知、想象、记忆和思考活动。这个模型就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基础，它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画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的心灵被彻底的内在化了，被囚禁在了这个由观念构成的内在剧场里，而我们的身体呢，则被降格为一台被动的接收外部物理刺激，并且把它们转化为观念信号的机器。这种思想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主导了近代哲学，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中一个非常主流的默认的范式。现在我们抵达了整个观念之道理论的阿克琉斯之踵，也就是它最致命的弱点。这个看起来逻辑自洽，能够解释很多问题的理论模型，从它诞生之初就面临着一个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的困境。正如这张幻灯片所提出的这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只能意识到我们心灵中的观念，那么我们是如何意识到这些观念本身的呢？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像一个文字游戏，但它实际上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中了这个理论模型的逻辑要害。它将直接把我们引向一个被称为无限回归的逻辑悖论，从而彻底暴露出这个模型的内在矛盾。在笛卡尔的框架里，意识好像被赋予了一种神秘的能力，能够看见或者照亮心灵中的观念，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这种看见本身到底是怎么可能的。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幽灵，从此开始困扰着整个西方哲学。请大家仔细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它将为我们揭示为什么这种将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彻底隔绝开来的想法，无论你怎么去修补它，最终都必然会走向一个逻辑的死胡同。这也为我们后面要讲的梅洛庞蒂的革命性出场铺平了道路。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像走泥宫一样来拆解这个导致观念之道喷位的逻辑困境。第一步，根据这个理论，我的心灵中拥有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为了让它更具体，我们假设这个观念是一个红色的苹果的观念，我们把它称为观念 A。好，第二步，这个理论的目标是要解释我如何意识到这个红色的苹果。那么为了让我能够意识到观念 A， 根据这个理论的内在逻辑，我必须拥有另一个观念，而这个新的观念的内容呢，是关于第一个观念的。这就好像在心灵的内在剧场里，不仅要有舞台上的演员，也就是观念 A， 还必须得有一个坐在台下的观众在看着他，而这个观众本身也必须是一个观念。我们把这个观众称为观念 B， 它的内容是关于一个红色苹果的观念的观念。第三步，好了，真正的问题现在出现了。为了让我意识到这个观众，也就是观念 B， 我又需要什么呢？没错，你可能已经想到了，我又需要第三个观念，一个关于一个红色苹果的观念的观念，我们把它称为观念 C， 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第四步，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根本无法终结的无限回归。这就像你想用一面镜子去照亮另一面镜子里的影像，结果却陷入了无尽的反射之中。这个理论本来是想解释我们是如何意识到事物的，结果它却使得意识这个行为本身变得完全不可能了。它把意识最核心的一个特征意向性，也就是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这个基本事实，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谜。简单的在心灵中设定观念的存在，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更棘手的问题。这无可辩驳地展示了笛卡尔洛可框架的根本缺陷，它无法解释我们最直接、最简单也最确定无疑的那个事实，我们能够意识到任何事物的这个事实本身。这个理论最终在自身的逻辑矛盾中轰然倒塌。面对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让无数哲学家都陷入困境的无限回归僵局，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再是对旧理论的修修补补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彻底转换视角、掀翻整个棋盘的思想家。这个人就是莫里斯·梅洛庞蒂，他提供的不是一剂改良的药方，而是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哲学疗愈，一场堪比哥白尼革命的思想转向。你想想，哥白尼是通过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从而解决了天文学上许多看似矛盾的问题。同样的，梅洛庞蒂将通过把哲学的起点从一个孤立的漂浮在观念世界里的心灵，重新锚定在我们活生生的与世界交融的身体之上，从而一举消解到那个看似无解的二元论困境。现在，让我们进入这趟探索旅程中最激动人心的第三部分，去亲眼见证这场从我思到我能的伟大转向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张幻灯片用一种最简洁也最有力的方式，对比了两种哲学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先看左边，笛卡尔的整个哲学大厦都是建立在那句举世闻名的我思过在的基石之上的。对他来说，存在的唯一确定无余的起点是纯粹的抽象的思考这个活动本身，这是一个与身体与世界都彻底剥离开来的我思。他认为，即使我所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一切都可能是虚假的幻象，但我正在思考这个事实是不可怀疑的。你看，这是一个完全封闭在自我意识内部的确定性。而梅洛庞蒂呢，则对这个起点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他的起点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的这样表述过，但可以被后来的研究者非常精辟地概括为我能过在。这里的我能指的绝不是什么抽象的可能性，而是指我的身体所拥有的各种具体的能力。我能够移动，我能够抓握，我能够感知，我能够说话，我能够向着世界展开行动。对他来说，我们与世界最根本、最原初、最不可怀疑的联系，根本就不是通过抽象的思考，而是通过我们的身体与世界发生的这种活生生的动态的交互。我们存在的确定性，不是来自于那个封闭在内在观念剧场里的我思，而是来自于我们作为一个身体主体，向着世界展开行动的活生生的体验。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的替换，这是一场彻底的范式转移。它意味着，在我们开始思考世界之前，我们早已经身处世界之中了。我们不是一个先存在，然后才去认识世界的心灵。不，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在世界之中存在。这场伟大的转向将把我们从笛卡尔那个观念的囚笼中彻底的解放出来。这场伟大转向的核心，就是梅洛庞蒂提出的知觉的优先性这个奠基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彻底颠覆了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的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等级秩序。你想想，在传统哲学里，感性直觉通常被放在最底层，它被看作是低级的、不可靠的、充满欺骗性的，
甚至是需要被纯粹的高级的理性所克服和进化的幻想。只有理性思考和科学知识才是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但是梅洛庞蒂指出，这种看法是本末倒置的。恰恰相反，我们所有高级的知识，包括最抽象的科学理论、最严密的逻辑思考，都必然是建立在一个更根本、更原初的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那个前反思的世界，也就是在我们在进行任何思考、判断、分析和理论构建之前，已经通过我们身体的直接感知而被给予我们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它不是一堆等待我们去认识的中性的客观的数据，它是一个充满了色彩、声音、气味、质感和意义的活生生的世界。换句话说，我们的充满感官色彩的活生生体验，它不是对那个所谓的真实世界的一个有缺陷的二手的需要对纠正的复制品，不，它本身就是我们通往真实世界的唯一源头和唯一的入口。科学和理性思考不是要去纠正或者取代这个直觉世界，而是要努力去阐明和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被给予我们的。知觉才是所有意义、所有真理、所有知识最终得以生根发芽的那片土壤。确立了知觉的优先性，就等于为哲学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无比坚实的立足点。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确立了梅洛庞蒂哲学的全新起点，那就是我能和知觉的优先性。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讨他哲学思想中最著名也最核心的一个概念了。这个概念将带领我们真正的、具体的去理解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如何成为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根本条件的，也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看法，不再把它简单的视为一件物品或者一台机器。好，让我们进入第4部分，我的身体，我的世界，去探索身体主体这个概念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我不是在我的身体里，我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就是我在世界上的视角。这句引简可以说是梅洛庞蒂思想的精髓所在。他用最直接的方式挑战了我们日常语言和思维中那种根深蒂固的二元论习惯。我们常常会说我的身体，对吧？就好像身体是我所拥有的一件东西，一项财产。我们会说我的车，我的房子，同样也会说我的身体。这种说法其实在暗示有一个我，一个心灵或者自我作为所有者，而身体呢是被拥有的对象。这个我好像居住在身体这个房子里，或者是在驾驶着身体这辆汽车。梅洛庞蒂彻底否定了这种看法。他指出，我与我的身体之间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拉开的主客体式的距离。我无法像观察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样，去把我的身体作为一个纯粹的客体来观察。我就是我的身体，我通过我的身体，并且作为我的身体而存在。更进一步，这个身体就是我得以拥有一个世界的视角，或者叫立足点。这个视角可不是指一个抽象的观点，而是指一个物理的空间性的原点。没有这个身体，就不会有任何这里和那里、近和远的区别，也就不会有任何视角可言。那么世界也就不会以任何方式向我呈现了。所以我的身体不是世界上的众多物体之一，它比所有物体都更根本，因为它是所有物体得以向我显现的条件。这张幻灯片列出了身体主体的一些独一无二的特质，正是这些特质让它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物体。让我们逐一的来深入理解。首先，它是我们看世界的视角，这一点我们刚刚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其次，一个非常奇特也极其深刻的点是，它不能被自己完全的观察到。这一点要怎么理解呢？梅洛庞蒂在原文中有一个精彩绝伦的类比，他说，我需要第二个身体才能做到这一点，而那个身体本身又是不可观察的。你想象一下，你永远无法看到你自己的眼睛正在看的那个动作本身。你可以在镜子里看到你眼睛的图像，但这只是一个被观察的客体，而不是那个正在进行观察的主体活动。当你用你的右手去戳摸你的左手时，右手是戳摸的主体，左手是被戳摸的客体。但奇妙的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左手也同时在感受到右手的戳摸，主体和客体的界限在这里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就引出了第三点，它不是众多客体中的一个。我的身体对于我来说，永远处于一个特殊的零点位置，是所有其他客体被衡量的原点和中心。第四，它是所有表达的起源，无论是语言还是手势。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如果不是通过身体的姿势、语调、面部表情和行动表达出来，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内在状态。是身体让意义得以在世界上肉身化。最后，综合以上所有特质，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普遍方式。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我们可以选择要或者不要的生理构造，它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于世的根本结构，是我们与世界交织在一起的那个不可分割的节点。
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身体是我们存在的视角和行动中心之后，我们对空间和物的理解也必须随之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生活空间这个概念的意义所在。在笛卡尔的那个客观世界里，空间是一个中性的、均质的三维的解剖网格，就像一张坐标纸。物体呢，就是占据其中特定坐标的点，它们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在等待着我们的心灵去赋予其意义。但梅洛庞蒂指出，这不是我们首先经验到的空间。我们最原初经验到的生活空间，是一个与我们身体能力息息相关的、充满意义的可能性场域。一张椅子对我来说，首先不是一个由木头和螺丝构成的、具有特定场框高几何速记的客观集合。不，它首先是一个向我的身体发出邀请的地方，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一个承诺着修饰和支撑的地方。一条林间小路对我来说，首先也不是地图上的一条弯曲的线条，而是一个向我的双腿发出的召唤，一条可以行走的路径，一个引导着我身体向前的方向。一个门把手在向我的手呈现出一种可以抓握的可能性。世界上的物体不再是中立的、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围绕着我的身体能做之事而组织的意义网络。这种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是一种理智的、后期的诠释或者赋予意义的活动，而是我们作为身体主体与世界最原初的、直接的、前反思的交涉方式。我们的身体和世界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充满意义的、相互呼应的动态对话之中。好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手上已经握有了梅洛庞体哲学的几个核心工具了：知觉的优先性、身体主体，还有生活空间。在第5部分，我们将看到这些工具如何汇聚在一起，去完成一项非常宏伟的哲学任务，那就是治愈现代思想的精神分裂症。这个比喻啊，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它非常贴切地指出了那种自笛卡尔以来将主体与客体、心灵与世界、思想与身体强行撕裂开来，导致我们与自身存在、与真实世界产生深刻疏离感的哲学病症。梅洛庞蒂的整个哲学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一场深刻的、旨在恢复存在之整体性的哲学疗愈。在这一部分，我们将看到他是如何通过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来完成这场疗愈的。梅洛庞蒂对这个困扰了西方哲学几百年的新生二元论问题给出的诊断是，这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说是假问题呢？因为它源于一个从一开始就错误的被扭曲了的出发点。传统哲学，特别是从笛卡尔开始，它的典型做法是什么呢？总是先在理论上预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实体，一个是纯粹的非物质的能思考的心灵，另一个是一具纯粹的物质的有广言的身体。然后呢，他们再去苦苦的思索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连接和互动的。这个难题就是所谓的心身交感问题，它催生了无数复杂的但最终都难以令人信服的理论。梅洛庞蒂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传统哲学的做法就好比你先把一张完整的纸人为的把它撕成2半，然后再对着这2半碎片大发感叹，说要把它们完美无缺的重新拼接回去是多么的困难啊！梅洛庞蒂的策略是釜底抽薪，他拒绝从这个已经被撕裂的状态开始。他说，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接受这个最初的人为的撕裂，我们应该回到那个前反思的、未被理论污染的直接体验层面。在那个层面，心灵和身体从来就不是分开的。通过从身体主体这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验出发，它向我们展示了心灵从一开始就是肉身化的，我们的思想总是伴随着身体的姿态和感受，而身体呢，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意向性和意义，它总是朝向着世界，充满了理解和表达，它们本就是同一个存在的一体两面。这张表格非常清晰地总结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2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它就像一张 X 光片，照出了2种思想的骨架。让我们快速地来做一次对比。在左边，笛卡尔和洛克的古典视角下，身体是一个可以被客观研究的客体，一架复杂的生物机器；心灵呢，是一个私密的、与世隔绝的、上演着观念戏剧的内在剧场。知觉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就像打字机被动地接收印记一样，我们的感官被动地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然后把它们转化成内在的观念。而世界则是一堆中性的、没有内在意义的、等待着被我们的心灵去认识和赋予意义的客观物体的集合。现在我们来看右边，梅洛庞蒂的视角，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彻底的全方位的颠覆。身体不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我们看世界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根本视角和原点。心灵呢，不再是那个封闭的内在剧场，而是肉身化的，并且永远向着世界敞开的，是一种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方式。知觉也绝不再是被动的接收了，而是一场我们的身体与世界之间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话。最后，世界也不再是那个中性物体的冰冷集合，而是一个围绕着我们的身体展开的、充满邀请和召唤的可能性场域。通过这个基础性的对比，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梅洛庞蒂的哲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并且更忠实于我们实际生活体验的人类存在途径。它不是用一个更复杂的理论去解释那个心神如何交感的问题，而是从一个更根本的层面，彻底消解了那个导致分裂的问题本身。好了，经过了前面5个部分的哲学之旅，我们从诊断我们这个时代的非身体化病症开始，追溯了它在哲学史上的根源，然后又深入学习了梅洛庞蒂提供的革命性疗愈方案。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最初出发的地方了。在最后一部分，将带着梅洛庞蒂的深刻智慧，重新审视我们身处的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听到一声回归领土的呼唤，这不仅是对我们每一个个人生活的善意提醒，更是对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在未来的历史中如何定位自身方向的严肃思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极其紧迫，甚至可以说带有些许存在主义焦虑的问题。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临界点上，一个 AI 即将能够为我们解答所有关于是什么的问题的未来。当机器可以比我们更快、更准确、更全面地分析数据、提供信息、总结知识，也就是当机器彻底掌握了所有的地图的时候，我们人类还剩下什么可做的呢？如果所有关于事实的答案都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指令被轻易获取，那么我们花费时间去学习、去记忆、去探索的意义又在哪里？如果机器可以为我们做出最优化的决策，那么我们运用判断力、承担选择后果的价值又在何处？这个问题将我们从日常的琐碎中猛然抽离出来，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除了知道这个认知功能之外，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更深层、更不可替代的价值究竟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词，非常简单，却又无比深刻：去成为。我们的角色，我们不可替代的价值，不仅仅是知道，更是存在。是在这个 AI 永远无法栖居的真实的、充满质感的领土上，用我们的身体去活、去体验、去经历、去成为。AI 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爱情的1000种神经化学理论，但它无法去爱，它无法体验那种心跳加速、手心出汗的感觉。AI 可以分析贝多芬第9交响曲的所有和声结构和音乐肢体，但它无法在《欢乐颂》的合唱响曲时体验到那种浑身战栗、热泪盈眶的感动。AI 可以完美地模拟出骑自行车的物理过程，但它永远无法成为一个骑车的人。它无法感受前面我们提到了那种身体的智慧和成功的喜悦。这个成为的过程，这个充满着模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甚至会犯错、会伤受、会失败的过程，这个无法被量化、无法被优化、无法被算法预测的过程，正是我们作为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最后堡垒。这段引文为我们指明了那条回归领土的具体道路，去成为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去成为一个跳舞的人，去成为一个烹饪者，一个园丁，一个登山者，去成为一个在真实的世界中用我们这句会犯错、会疲惫、会衰老，但同样会感受、会创造、会共情的独一无二的身体去爱、去行动、去存在的人。这正是梅洛庞蒂的哲学最终带给我们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显得尤为珍贵的启示，一场存在的回归。它呼唤我们从那个由抽象概念、冰冷数据和闪烁屏幕构成的地图世界中抬起头来，重新将我们的目光和我们的全部身心投向我们自己身体所直接感受到的那个充满复杂性、模糊性，但也因此充满着意义、价值和温度的领土世界。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的生活方式选择，这或许是我们在这个新时代里为人这个概念重新找到坚实立足点的唯一途径。最后这张幻灯片上的数字1，它代表的正是梅洛庞蒂呼唤我们回归的那个统一的、单一的、不可分割的肉身化的自我。它不是心灵1加上身体1所得到的分裂的2，也不是被信息碎片所淹没的无限的多，
而是那个作为我们体验世界唯一源头的完整的一。它在无声地提醒我们，在人工智能可以无限复制信息和知识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具身体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所以，这场探索的最后一个问题，最终回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身上：你将如何在你自己的领土之上去存在、去成为？